毕业的时候有一个约定是吧？对。这个约定是什么？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嘛，就面临毕业分手。当时他是想去沿海发展，但是我想留在家乡，然后就无法说服对方嘛。最后我们就没办法了，我不想分开，真的很爱他。然后我说这2年你在广州发展，我在长沙。如果说2年之后他要是发展的比较好，我就去他那边；如果我发展的比较好，他就到我这边来。但是这2年当中，我们谁也不能谈恋爱，就谁也不能说背叛对方，我们都是对彼此是忠诚的。可是他却背着我有了别的女人。等于你们异地恋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是异地恋。然后呢？你怎么就有了别的女人呢？然后是这样的，这2年当中嘛，我刚去广州那边，什么都不熟悉，工作上压力也比较大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语言也不通。一开始我真的非常想他，但是因为不能打电话，我们不能交流，我们。可是你想我的时候，你干了什么呀？你想我的时候，你跟别的女孩在一起啊？你就是想我呀。我真的心里是有你，并不是不想你了。我真的不是找了别的女人。主持人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说什么没有找别的女人，就是他今年是6月份回来的。然后6月份的时候，真的非常高兴，因为其实离我们的2年之约还差一点点。但他提前告诉我说他很想我，当时听到，我觉得我守了2年。你们当时有约定说2年不能见面吗？对，他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嘛，特别黏我，喜欢黏着我，而且他这个人又比较追求完美，我怕我们2个万一如果我在外地，一个电话没接到，一条短信没接到，我们2个就会吵，又加上是异地恋，我就怕我们2个感情就这样断了，所以我们2个就决定了一个2年之约。我们当时约定好了，就是说每天都会要写日记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当成对方是在身边一样的。就每天都写，不能打电话发信息。还有什么内容吗？就完全没有什么联系。那我重复一下这个2年之约行不行？第一，不算分手是吧？对。第二，在2年之内2个人要忠诚于对方。对。第三，2年之内2个人不能通过书信或者其他的方式联系，只能用日记的形式表达对对方的思念。对。第四，2年期满。谁在那个地方工作的好，另一方就到谁那个地方去工作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没有其他内容了吧？没有。那咱们现在有谈话的依据了。你们俩是不是真有病啊？为什么2年不能见面呢？你不是也湖南的吗？资料上春节还不见面啊？他是老家是湖南的，但实际上他一直不在湖南。实际上我从小是在江苏长大的，湖南的话回去的很少。那你们春节就不想吗？不见见吗？想。我想他呀。11长假就见见面不就得了吗？这叫什么之约呀？我们没什么时间，我1个月的月休只有2天，我不能够说一放假我就出去玩。然后再说他在广州，他来回一趟的话，基本上就光来回了。好吧，6月份你发现什么了？6月份的时候嘛，他刚回来，然后我真的很高兴啊！我还特意去见了他的父母，我俩就都准备结婚了。可是我8月份的时候就看到他的电脑上面有另外一个女孩，那个女孩叫她老公，然后说老公我会等你回来的，老公我很爱你，怎么样的。我觉得他女孩都叫她老公了，不就是背叛了我吗？她不就是说跟别人谈恋爱了，完了之后还回来找我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算什么。听我解释，虽然这2年当中我是找过别的女人，但是我真的心里一直都是有你，是因为在广州那段时间的话，我真的是一个人，太孤单太无聊了，每天晚上。你孤单你寂寞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女朋友呢？你的朋友们呢？你的同事们呢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跟同事交流都不理我，因为我们话不通，都显得很冷淡。公司里的人，而只有他在生活上给我工作上很多帮助，你知道吗？每个星期6、星期天，他都会带我出去玩一下，走一下。然后他知道你有女朋友吗？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和他有个2年约定，我们不能彼此打电话，所以他一直不知道我有女朋友。你就说你有女朋友啊，你女朋友在长沙，他2年之后你就会回长沙或者怎么样？分手了。虽然我承认这个你分手了，你让我知道你还跟他有联系，他还叫你老公，说叫会等你回来。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女孩空间里面有很多他们2个的合照，情侣装的，我跟他都没有一件情侣装。然后还有说一个相册，说什么是我们期待的婚礼，有很多婚纱照。我以前问过他，我说我俩的婚礼要怎么办？他说我们还小，我们没想过结婚的事情。他跟我没想过结婚的事情，他跟别人想结婚的事情。这2年，你说你过得苦，你知道我过得有多苦吗？我虽然说在家乡，但是我们要跟爸爸妈妈一起住。
我是一个人住的，想他的时候我就趴在床上写日记，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掉下泪了，我觉得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。那你干嘛不打电话给他呀？因为我不想违约。姑娘应该在你身边有一些男同事追你吧？很多，但是他们追我的时候，我都直接告诉他，我男朋友是在广州，他会回来找我的，我们会结婚的，我不需要别人过来照顾，我周围没有人照顾的，我完全靠自己。有段时间我真的扛不住了，我就回家，但回家了我都不敢跟我妈讲，我天天还要假装上班，你知道吗？我起很早，然后我回来很晚，我天天就在家里面。你期间失过业是吗？还是辞职不干了？辞职，就觉得工作不适合我，然后我天天就是假装上班，每天就是在街上闲晃，我都不知道该干嘛。可是他都不知道，他跟别的女孩在一起。其实我两人也没你想的过得这么好，我在那边过得也苦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和那个女的在一起，一开始后我觉得还好，过了一段日子，我真的心里越发的想你，每次看到她，我总会想到你。你想我的时候，你写的日记呢？我们开始约定好了的，2年我写了12本。你呢？是我一开始是写的，但是少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每天加班？因为每次一个人回到家，总是一个人住，没有你在身边。以前的话，每天有你在我身边玩。是啊，以后有个女朋友可以照顾你了，可以照顾你的生活起居，打扫卫生，为你做饭，还能为你洗衣服。我呢，我一个女孩子，我也要靠我自己。真的没有那样，一开始他只是帮我打扫卫生，有的时候确实会来，但后来久了，我真的越来越愧疚。每次他过来，我总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他，并不是2年生活都很好。我不知道，你说你过得不好，我没看出哪里不好了，你都是有个女孩子陪着你呢。我呢，谁要是照顾我，我说我不需要你。姑娘，你是觉得你亏了吗？姑娘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值。你说你耽误我的青春算什么呀？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想着你。你跟那个女孩现在关系怎么样？我回来之前我就跟她说的好好的，我在这边我有女朋友，我现在已经等不及回去见她了。我们2个真的已经正式分手了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那她能接受吗？她能接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都是她主动嘛，她这个人比较活泼，她很外向，都是她主动过来找我。后来就是因为我对她心里很愧疚，我一直避着她，所以我们2个感情。也并不是一直很好，但是你们感情不好，你能说他说老公我等你回来，你们都叫他老公了。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他就一直这么叫我。他是个性格很外向。你承认了，你跟他在一起了，你就是背叛了我呀。所以我回来真的是请求你原谅我，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不管你要我做什么，无论你要我怎么样，我都答应你。那你现在广州那边工作是辞了是吧？啊，对。现在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他是个背叛者，背叛了感情。我觉得他以后我觉得没有信心跟他生活在一起。那你是要跟他今天来是要跟他分手呢，还是要跟他一较长短高低呢？跟他分手。我真的想和他走下去，我真的想让他给我一次机会，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。我还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情。确实跟那个女孩已经断了关系了。对，确实断了关系了，确实完完全全断了。你发自内心的还是想跟他在一起？对，不然我就不会这么早跑过来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是什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要不喜欢这个栏目呢，就是长见识。我活到60多岁了，我也挺长见识的。天真到一对恋人要约定2年没有任何来往。我们过去有好多古典的故事，比如王宝钏和薛仁贵，那18年，那个妈菜窖，那个当兵那走了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一迈尔，没有长途，没有手机，那没办法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个通讯这么发达，2位居然面壁2年。这丫头啊是个神人，这小伙是个常人。他离开他的恋人，不要通电话，不要写书信，唯一的宣泄自己感情，写日记。写日记互相也看不着，得2年以后才能看到。啊，这对于一个男人在青春萌发的时候，他不甘寂寞，这也可以理解。但是从道德水准上不可原谅，真的小伙子。这个女孩子我觉得也是2年来，除了写日记，没有其他的感情纠纷。尽管有好多男孩在追求她，她一直很坚贞，一直很纯洁，一直很向往她昔日2年前的那个男人。所以我想，与其说这样，不如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。2个人谈恋爱，你这个年代你不打电话，你们俩这算哪一出？没有，就算你2年之后再见面的话，我们能一打日记本都是我们的回忆。可以 email 啊，对，就奇怪了吗？没有过，你们俩属于自虐式的苦恋，就自己在地上画一个圈，
然后呢，在那边也画了一个圈，这俩圈吧离了10万8千里，就说咱都不许出这个圈，也不见面。想我了就往圈里看，然后心里想着那个人也在他的圈里看着我，或者抬头一起看月亮，心想明月也在照在他身上，没想到明月照在他和另外一个女人身上。已经过去了这2年，你做到了，我挺佩服你。但是你得到了什么呢？你考验出了这个当初的男朋友不遵守誓言，你得到什么呢？爱情没了，爱人走了，你什么都没得到。爱情中的污点，在我看来永远擦不掉的，我也无法容忍。我不知道你的女朋友怎么想，我猜她跟我一样，她能2年的时间在圈子里等着你，她绝对不可能忍受你在圈子里跟别人好。姑娘，以后别做这种自虐式的苦恋了，正常的恋爱好吗？这可能是你得到的唯一的收获。哎，我到现在还不理解呢。过家家嘛，小孩过家家。他连过家家都不是，就是2个成年男女说我们音信全无。我们之前相当于你死2年，我死2年，然后我们还得好了，就这意思吧？我们之前有2年，那2年呢，我觉得足够我来回忆了，回忆都是甜美的。本来其实挺简单的事儿，整这么复杂。暂且定义你为前女友，那位是后女友。虽然这个爱情约定很幼稚，但是约定的执行还真分出了谁中。慢慢的去等待了。我从来不相信诺言和誓言，因为无论是诺言的诺还是誓言的誓，那都是有口无心的，只能通过在生活当中真实的相爱，扎扎实实的彼此的守望，通过时间来证明。你们却非要搞出一个比柏拉图还柏拉图的精神恋爱，就像赵川所说的，都把对方当成死了2年。如果你们2人之间真的做到了2年之内没有任何联系，然后再走到一起，这事儿那才真叫怪物。2年当中有多少次压抑不住的对思念的冲动？有些人之所以是异地恋，彼此之间没有联系，那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比如说通讯不发达，比如说2个人的家乡问题，比如说父母反对，你们是自己非要把这个条件限制在这儿。2年，如果对于相爱的人来说，2年有多重要？分分秒秒在一起，我们说相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一起，没有谁逼得你们像牛郎织女一样，是你们自己非要这样。我问你男生，当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亲密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我想要的还是和她在一起。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和那女的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想找个可以倾诉的人。你为什么不跟你女朋友说我受不了了，我需要被照顾，我想念你，我回来行吗？你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我想遵守这个2年的约定。你想遵守这个约定，那么你在违规这个约定的时候，你又想了什么呢？我想打算把这个事情给瞒住，2年之后我再回去。也就是说，你自始至终从一开始你就想把那个女孩子扼杀在摇篮里，是这意思吗？你一开始就想骗她，也想骗她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你既然一开始你就想要瞒住2个女人，就是发生2段爱情，就想好了，我这里要全身而退，然后呢，反正这边也不用通话，我甚至连偷奸耍滑都不用，我在这边可以玩得个不亦乐乎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没得救了，分手吧。你如果不走的话，我就撵你走。那个女孩爱你吗？应该爱。你爱过那个女孩吗？我觉得没有。从来没有。没有。2年时间，一个爱你的女孩，你从来没爱过。早恨了，你这心也太深了，我只能说。你对2个女人都太无情了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姑娘，我们已经说不下去了，我就问一句话：你们俩曾经爱过吗？爱过。爱过怎么会那么荒唐呢？我现在还爱着他。女生，我刚才在问你的男朋友的时候，我问他是不是早就打算好了，
以及后来马丁问他的，你到底曾经有没有爱过哪个女孩？他说很坚定的说我没爱过的时候，你内心真的不觉得可怕吗？他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当时他说他没爱那个女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心情，我不知道他是心里还有我，还是说他只是没办法忍受寂寞。不，他刚才说了，他早就说了，这是个计划。你也是个女人，你难道对他没有一个印象的改观吗？你没有吗？不是，涂老师，现在你就这么一想，他这个反应何其之正常。用了2年的时间造了一个神，造了完这个神之后，发现这个神不是，慢慢坍塌的时候，突然给他一个稻草。亲爱的，虽然我跟他在一起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女人，对他来说是安慰剂啊。但是我们听来发现这个家伙心太深了嘛。姑娘，老师们现在让你思考的是说，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如此的无情无义？是怕你再2次受伤，理解吗？兄弟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几句实话行吗？就是我们现在相信你哪句话？我是真的爱他的。好吧，黄金60秒。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但是我真的想请你原谅我。我放弃那边工作回来就是为了你。和那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种罪恶感，但是我又怕一个人在那边生活，我心里又想着你，所以我实在忍受不了，我回来找你。别人说我什么我不在乎，我只想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即使今天不在一起，我也想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来过的行吗？我用以后的表现来获取你的信任，可以吗？给我一个像别人一样平等的机会，我不要求你现在接受我，只要让我有个表现的机会就行。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相信你，我觉得你没有坚持我们的约定。如果说你不坚持吧，你提前回来了，我也很高兴。你也知道我家里面现在只有我妈妈一个，我不能抛下她。当时你走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多难过吗？我为了麻痹自己，我就跟你说我不联系你，我假装你不在。我也很难过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去了广州那边，1年工作3个月，1天都没有休息过，每天都在加班。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和你分开。经过这2年，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的想你，是多么爱你。我真的想和你继续走下去。你知道我是追求完美的人，我觉得你就是背叛过我。希望你那段表白是真实，即使他今天离开，如果你还真心去爱，我觉得你也能用爱融化了他。赵哥啊，特别想听这个男生跟广东的那个女孩子说该说些什么。你如果对着镜头，你想跟广东那女孩子说点什么？我只能说对不起。没有了？没有了。唉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其实去广州，我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现在真的后悔这2年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虽然你现在走了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个选择也许是对，应该是对的。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去珍惜。我再问你，他已经走了，对广东的那个女孩有没有过爱？没有。你对自己做出一个评价吧，好吧？你自己对自己做出一个评价。我觉得他刚才那句话够了。人家说，也许像我这种人，真的他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嘛？他说我这种人不值得爱嘛？对，我觉得够了。但是他还要面对将来。我说对他，我让他自己说，他还要面对将来。你现在说我这种人不值得你爱，你只是对于目前阶段你自己的一个心情的看法。你将来还要面对未来的，你怎么办？是因为我太自私了，造成了我们2个之间的问题。所以我想，我以后会改掉我这种缺点。广州的那个他还等着你吧？他还在那个 QQ 上面说还要跟你结婚呢。我已经跟他说，你怎么面对他？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唉，他是真不爱，没爱过，没爱，真没爱过，真没爱过。回去吧，兄弟。年轻时候可能都犯错，有人犯的大，有人犯的小，你算犯了个大错。但是我觉得，知错能改也善莫大焉。抓住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